稳定币这件事的讨论越来越离谱了哈，有点，所以呢，咱们在这儿只给大家明确4件事就可以了。第一哈，就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金融创新的问题啊，也不是金融创新能解决的，它面临的是非常底层的结构性问题，就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的问题啊，它创造的太少，花的太多。另外呢，就是贫富差距太大，阶级固化又很严重，要不然的话，怎么会把 Trump 选上来呢？对吧？你想想，还上来2次，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所以呢，不解决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这2件事，用任何技术手段都化解不了美国当前的债务危机，对吧？你的交易对手方又不是傻的。你 BTC 能顶吃吗？还是能顶穿呀？还是能当飞机导弹用啊？现实世界就这么简单哈，回归常识。第二就是咱们必须意识到，稳定币比特币，包括整个虚拟货币圈数十年来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其实是离岸倾向，是越来越大量的美元资产具备了越来越严重的离岸倾向，才使得源源不断的海量资金逃逸到了美元监管的边缘地带，对吧？他们的原始诉求是规避美国监管，对冲美元风险，并且呢，有可能随时准备跑路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才要求去中心化。但是呢，当你以中心化的国债去约束他们的时候呢，就一定会带来恐慌嘛，因为你底层的理念是矛盾的是冲突的。第三呢，就是假设美债接受了自己的需求方，也就是美国的债权人本身是不受监管的，那也就是说呢，等同于美国在未来交出了自己债务发行的主导权，对吧？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的稳定币交易清算越活跃，哪个地方就实际上主导了美债的发行嘛，也就主导了美国的财政大权。毕竟当前全世界的稳定币系统呢，美国是没有明确的主导优势的第四呢，就是在现实场景下世界范围内目前只有中国具有稳定币大范围应用的治理和监管经验，并且呢已经稳定运行很多年了，对吧？因为呢几乎所有人都意识不到一件事儿，就是从某些角度上讲你的支付宝余额和微信余额其实就是稳定币，对吗？你以为呢虽然底层架构和法律本质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从宏观应用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说，只要你把银行卡里的钱转到微信支付宝里边用，其实它就是一种稳定币了对于监管实践来讲所以呢不要一张嘴就提什么金融革命什么新架构深刻变化，咱们其实一直都是很重视的而且呢全世界范围内咱们的监管也最有经验，这东西呢只对美国人来说才是新鲜玩意儿，毕竟你别忘了呢，就是美国人美联储到现在都没玩过央行数字货币，对吧？在这一块方方面面的他看啥都是新鲜的。